三国演义》里遍地都是谋士，能为主公分忧的只有少数。本文精挑细选出了36位谋士，根据能力和忠诚度加以排名。凤雏庞统前10都进不了，周瑜有幸排在第9位，那么谁又能稳坐第1的位置呢？其他的谋士排名又如何呢？今天我给诸位看官详细讲讲。想要清楚三国谋士谁实力最强，那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谋士。谋士呢，不是世外高人，也不是说客或者是辩客，更不包括获得君王赏识的朝堂重臣。把它进行精准的定位，有4类人可成为谋士。第1类统帅，比如刘备帐下的诸葛亮；第2类战略家，比如帮助曹操统一北方的荀彧；第3类军师，比如名师在外的凤雏庞统；第4类只参军事或者主簿，比如协助诸葛亮平定南蛮的马谡。三国乱世中有很多出名的谋士，本文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忠诚度进行排名。曹魏阵营入围10人，蜀汉阵营入围6人，孙吴阵营6人，西晋阵营2人，其他诸侯阵营入围12人，总共有36位上榜。那他们分别是谁呢？第36名杨修，他工作能力出色，但有一点让主公曹操既佩服又嫉妒。杨修过于聪慧了。比如曹操上马走30里路才理解一座石碑的含义，杨修看过后便表示领悟了。做小弟的比当老大的聪明，这很打曹操的脸。曹操对他产生不满之心的是，杨修卷入了曹植、曹丕兄弟的夺嫡之争，他屡次帮助曹植通过曹操的考验，这让曹操动了杀心。汉中之战，杨修发表激泪感慨，认为曹操想放弃汉中，擅自做主准备撤退。曹操逮住这个机会，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他杀害。第35名张松，他口才可谓一绝，还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，比如足足有14篇的孟德新篇，他看过一次便能倒背如流。然而呢，有如此能力的人却吃里扒外。张松在益州牧，也就是成都管理人刘璋门下做事，刘璋极为器重他，张松却觉得刘璋实力太弱，想另谋他主。出使曹魏时，献上蜀中的地图和绝密文件，奈何曹操直接派人用乱棍将他打了出去。张松记恨在心，投靠刘备，随后劝刘璋邀请刘备入成都对付汉中张鲁，实际上呢，是想帮刘备拿下成都。怎料他和刘备暗中来往的密信被哥哥张肃发现，张肃大义灭亲，向刘璋举报，张松落得个人头落地的下场。第34名许攸，许攸与袁绍、曹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，他原本在袁绍门下做事，能力一般，地位比较普通。后来呢，因家人犯法被袁绍厌弃，许攸转头投靠曹操，献出关于袁绍作战的军事情报，还提出奇袭乌巢，烧毁袁绍粮草的计划，使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最终胜利。许攸变得居功自傲起来，屡次当着其他人的面唤曹操小名，曹操很是难堪，忍无可忍下，处死了他。三国有36名出众的谋士，谁有幸入榜第33名呢？第33位郭图，这个谋士富有攻击性，他属于主战派，在袁绍门下做事时，曾劝袁绍讨伐曹操。颜良文丑被斩杀后，他又劝袁绍斩杀刘备。刘备游说刘表而离去后，他断定刘备不会再回来。言而总之郭图有几分能力，但也只属于半吊子水平。曹操火烧乌巢时，张合建议赶紧营救，郭图却建议袁绍让张合、高览突袭许都，来一出围魏救赵。张合、高览吃了败仗，郭图把锅全推到张合、高览身上，逼得张合、高览投靠曹操。袁绍死后，2个儿子袁谭、袁尚争夺权力，在曹操的掺和下，南皮之战开始了。袁谭被曹操同族兄弟曹洪砍死，郭图被5子良将之一的乐进射死。第32位张昭，一个主张投降的谋士。赤壁之战一触发，他站出来表示投降是条出路为了要回荆州，他向孙权献出2计。第一计，让周善悄悄地去荆州骗回孙夫人；
第二计呢，囚禁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全家，让他跑到刘备、诸葛亮跟前诉苦，结果是根本没有成功要回荆州。刘备率大军讨伐吴国，孙权问张昭有什么办法，张昭无计可施。等陆逊率军阻击的时候，他认为陆逊经验不足，结果陆逊火烧连营，打得刘备落荒而逃。第31位，诸葛瑾，属于忠厚类型的谋士，在内政方面能力突出，谋略呢却让人不敢恭维。诸葛亮游说东吴时，他想以手足之情招降对方，结果反被诸葛亮游说了一通。诸葛瑾听从孙权命令，跑到西川讨要荆州时，又被刘备忽悠得彻底。襄樊之战前夕，诸葛瑾向孙权提议与关羽结成联姻，之后跑到荆州为孙权之子做媒，关羽当场拒绝。关羽战败后，诸葛瑾又跑到麦城劝降对方，惨遭关羽驱赶。关羽死后，刘备伐吴，诸葛瑾跑到敌方营中求和，被刘备乱棒打出。不得不说，他这谋士当的好生憋屈。李肃在本文谋士中排第30位，他是董卓门下参军，也是吕布老乡。王允想要掌控朝堂，派李肃说降吕布。后来他亲自到梅屋假传禅位的消息，然后假装给董卓扶车，将车推入未央殿，给了王允、吕布杀董卓的机会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吕布杀死董卓后，竟然会斩杀了他。也许是因为他害得吕布戴上了3姓家奴的头衔。第29位，黄权，此人忠诚正直，原本是刘璋的主簿。刘备入川想拿下成都时，刘璋到涪城迎接，黄权极力劝阻，他认为刘璋会被刘备算计，可惜刘璋被张松蛊惑，根本不听劝告。黄权着急之下磕得头出血，甚至拉住了刘璋的衣袖。刘璋生气猛扯衣袖，无意间折断黄权的2颗门牙。黄权最终大哭回家。刘备与刘璋撕破脸后，黄权大度地为刘璋出谋划策。后来刘璋投降，黄权再也没有出过门。刘备亲自登门拜访，黄权被其诚心感动才投降。三国谋士马良排第几位？第28位，马良，一位洞察力和反应力极强的谋士。夷陵之战时，马良担任刘备的文书，他建议刘备要防范东吴陆逊，刘备当成了耳边风。陆逊坚守不出城门时，马良认为对方是在等待时机，刘备却不在意。刘备决定连营700里，马良连夜去劝阻，刘备根本不听。马良思来想去，把各处营寨画成图本，赶到诸葛亮面前传达情报。第27位，严普。严普是汉中张鲁的第1谋士，曹操封张鲁做镇南中郎将，同时兼并汉宁太守。张鲁不屑一顾，反而想在汉中自立为汉宁王。严普立马提出反对，他认为此时不宜和曹操站在对立面，先服软对付能力较弱的刘璋，再称王也不迟。曹操进攻汉中时，严普力保庞德迎战，张鲁受到杨松蛊惑，想斩杀庞德，严普再三劝说，才保住庞德性命。杨松又诓骗张鲁出城和曹操决战，严普阻止张鲁不要出城，张鲁不听，被曹操围困，选择投降。在曹操平定汉中后，张鲁得到了后代，严普跟着被封为列侯。第26位，蒯越，一位为了荆州士族利益的谋士，他有一项很特别的本领，很会相马。蒯越曾在刘表面前说过的卢马的要害。孙坚讨伐刘表的时候，蒯越建议镇守不出，敌方会不战而退。蔡瑁不听劝阻，强行攻击，吃了败仗。蒯越认为呢，应该按军法处置蔡瑁。刘表却因为蔡瑁姐姐，选择睁只眼闭只眼。蒯越私下说，如此容易造成外戚专权。刘表没有放在心上，后来蔡瑁果然专权。蒯越选择和他站在同一阵营。刘表死了以后，曹操率军南征，蔡氏姐弟想选择投降，蒯越表示支持。曹操成功拿到荆州后，杀掉了蔡氏姐弟，却尤为欣赏蒯越。他由衷说道，我得到荆州没有多高兴，能得到蒯越却忍不住高兴。第25位，沈沛，他属于主战的谋士。官渡之战时，
沈培向袁绍献出土山计，在曹营对面构筑50多座土山，派弓箭手放箭攻击，吓得曹军拿着盾牌趴在地上不敢乱动，让袁绍哈哈大笑。此后，沈培提出派重兵镇守屯粮的乌巢，奈何袁绍没有听从，导致官渡之战最终失败。袁绍死后，沈培效力于袁尚，在袁尚和袁谭交战期间，沈培镇守邺城，凭一己之力坚守数月，在曹军猛攻时还指挥弓箭手射中过曹操头盔。后来沈培的侄子沈荣出城投降，邺城大势已去时，沈培身穿盔甲上马迎敌，被徐晃擒拿住。沈培来到曹操面前，毫无畏惧之心，他甚至呵斥刽子手，说自己主公在北方，绝不能向西南方向死去。后来他朝着北方跪在地上，被砍下了头颅。曹操很佩服他的忠义，派人将其厚葬在邺城北方。第24名，满宠。满宠第一次出场便成功劝降徐晃，徐晃可是黄巾余党，若没有满宠，他的前程堪忧。水淹七军后，关羽名扬天下，曹人胆战心惊，加上樊城周边水势上涨，他打算弃城逃走。满宠出面劝阻，他表示弃城一定会丢掉黄河之南的全部防线，安抚曹人，水势过几天会退去，坚持镇守下去才是上策。曹人听闻，咬咬牙，登上城楼，带领众将修补城墙。几日后，水势退去，徐晃赶来救援，樊城之围终于解决。第23位，阚泽。他是个洞察人心、慧眼识珠的谋士。在为东吴效力期间，阚泽看破周瑜和黄盖的苦肉计，也是唯一一个看破的人。他主动去献诈降书的时候，和疑心病较重的曹操较量也不落下风，还让曹操打消了顾忌，其能力非寻常谋士可比。刘备征讨吴国期间，萧亭之战气势汹汹，孙权手足无措中，阚泽站出来推荐陆逊，重臣张昭和布置并不看好，孙权一时间犹豫起来，阚泽表示他以全家性命担保，孙权这才让陆逊统领3军抵抗刘备军队。后来陆逊不负使命，成功击败刘备，这间接可以说明阚泽拯救吴国的命运。第22位，恒范。他是被称为智囊的谋士，乃曹操下属曹真儿子曹爽的亲信。当年呢，曹爽一心想架空司马懿，恒范献出计策，曹爽听从，奏请魏主曹芳封司马懿做太傅，成功夺取对方手中的兵权。司马懿谎称生病后，曹爽放松戒备，找2个弟弟，并邀请皇帝出城狩猎。恒范认为他们出城后城中有变，很难应对，苦苦劝阻曹爽不要离开。曹爽不以为然，骑上骏马扬长而去。如恒范所料，司马懿发动政变了，恒范快速逃出城外。曹爽询问他该如何是好，恒范建议曹爽筹集全国军马发动攻击。曹爽考虑到城内亲人的性命，选择妥协。恒范气得无言以对。之后司马懿一灭曹爽3族，恒范也被牵连其中。第21位，马谡。南征前夕，诸葛亮曾向他请教平定南蛮的方法，马谡表示攻心才是上策，这才有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马谡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幕后主导者。蜀国第一次北伐时，诸葛亮忌惮司马懿，马谡献出反间计，暗中派人到洛阳、邺郡等地，散布关于司马懿有造反之心的谣言，还伪造司马懿诽谤魏主的告示榜文，连夜张贴到了各处。魏明帝曹睿将其贬为平民，诸葛亮这才放心北伐。然而这位足智多谋的参军并不适合打仗。诸葛亮连续胜利后，马谡主动去守街亭，最终导致街亭失守。诸葛亮为了稳住军心，将其斩杀。三国排在第20位的谋士，因说话太直失去性命。他是谁呢？田丰是一位性格刚直的谋士，容易惹毛上司不说，还容易得罪同僚。比如冯骥就恨不得他可以早点死。曹操东征刘备期间，田丰建议突袭许昌一带，袁绍没有同意，田丰认为这会错失天大的良机。
当着众人的面气得仗打地面。袁绍看在眼里，心中很不满。后来袁绍听从刘备的进言，准备伐曹。田丰表示时机不成熟，袁绍仍然坚持发兵。田丰说，我好言相劝你不听，发兵必然会吃败仗。袁绍听后怒气冲天，直接把田丰关了起来。袁绍惨败后，面子上过不去，害怕田丰耻笑自己。这时候冯骥还火上浇油，说田丰正拍手看您的笑话。袁绍没有做过多思考，赐死了田丰。第19位魏冠，他是个手段高明的谋士。邓艾灭蜀之后，邓艾随意分封，给人留下画饼，加上姜维诈降小复国，终会手握重兵，有自立为王的野心。魏冠身为监军，和这3人迂回的同时，还要向司马昭复命，最终他笑到了最后。魏冠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带1000人马连夜捉拿邓艾，用囚车将其押送京城，随后忽悠即将造反的钟会联合将军胡渊平定叛乱，钟会被杀死，姜维自己自尽而死。魏冠这时候开始担心邓艾回京城反告自己，派田旭将邓艾父子杀害。让人惋惜的是，后来他得罪丑魔女贾南风，被一灭3族。第18位李儒，董卓的人生高光离不开他的付出。李儒呢，有2个身份，一个是董卓女婿，一个是董卓手下的第一谋士。在朝堂发生十常侍之乱，何进被杀后，李儒便建议董卓进京。北邙救驾后呢，李儒又建议董卓在温明园中立威，推动废立之事。董卓掌控大权后，李儒认为应该重用有名气的人，举荐了蔡邕。让李儒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董卓因貂蝉和吕布产生间隙，他劝董卓重赏吕布，让出貂蝉。董卓不愿意，李儒无可奈何。在董卓死后，吕布亲自斩杀了李儒。第17位刘烨，一位有才华却总被忽略的谋士。刘烨被主公曹操忽略和疏远，源于他拥有汉室血统。征讨吕布的时候，田氏约曹操连夜接寨，刘烨表示要多加防范，曹操这才心生警惕之心，得以在火烧濮阳后躲过一劫。官渡之战后，沈配一招土山计，让曹军狼狈不已，刘烨献出投石机才完美破解。曹操平定汉中，刘烨担任首席谋士。在张鲁投降后，刘烨认为趁刘备根基不稳进攻西川，曹操当时并没有采纳。而后呢，曹操后悔不已。魏国发展到曹睿时期，刘烨已成为3朝元老，因遭到皇帝猜疑，发狂死去。三国中这位谋士让人惋惜，他就是陈宫。陈宫在本文呢排在第16位，他称得上是一流谋士。吕布正是因为有了他，才能屡次打败曹操，比如以田氏书信骗曹操入鄱阳城，差点将曹操烧死。在曹操讨伐陶谦之时，陈宫让吕布突袭兖州；刘备讨伐袁术时呢，陈宫让吕布夜袭拿下徐州。他计谋高超，却识人不清。追随曹操的时候，他看不惯这位老板的心狠手辣；跟着吕布时呢，又没有想到这个上司有勇无谋，因斗不过陈登父子，逐渐被吕布疏远，而后更是中了陈登的计谋，和吕布自相残杀。第15名陈登，一位忠于家族利益的谋士。陶谦驻守徐州时，陈登父子受到器重，来到刘备管理期间，陈登受聘成为刘备门下幕僚。吕布突袭拿下徐州后呢，陈登认为跟着吕布没前途，假意投诚，暗中和曹操、刘备勾结。随后多次用计离间吕布和陈宫的关系，帮助曹操拿下徐州和小沛。车胄驻守徐州期间，陈登战队刘备联合关羽杀害车胄。曹操击败刘备后，陈登很有自知之明地献出徐州，保全家族。然而这位机智的谋士因吃过多生鱼片染上疾病，华佗救治好后，他呕出3升的寄生虫，3年后陈登复发此病死去。第14位法正，一位谋略不足却富有军事才华的谋士。涪城之会，法正联合庞统策划鸿门宴被刘备打断。刘备夺取益州后，
法正站出来劝说刘备亲征汉中。在定军山之战中，法正展现出极高的军事才能。他做总指挥，运筹帷幄，助力黄忠斩杀夏侯渊，为刘备夺取汉中奠定扎实的基础。法正死了之后，刘备崩溃大哭好几天。第13位，徐庶，一位性情豪爽、擅长用剑的谋士，也是个大孝子。他初次设计便帮助关羽、张飞等人解决吕旷、吕翔兄弟，第二次设计除掉曹仁和李典，还找到八门金锁阵的命门，让赵云顷刻破解。随后徐庶助力刘备拿下樊城。曹操听说他的才华，很是赞叹。谋士程昱模仿徐母的笔记，让他赶赴曹营。徐庶担心母亲没有多想，立马前往。徐母得知后自杀身亡。在这一刻，徐庶立下了终生不为曹操献计策的誓言。火烧赤壁前夕，徐庶早就识破庞统的连环计，他逃离了这片乱世，跑到西凉归隐。排在12位的谋士是鲁肃，他第一次见到孙权的时候，便告知了关于东吴未来的发展走向，名为踏上队，和诸葛亮的隆中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表示汉室被曹操挟持，不可复兴，加上曹操势力很大，在短时间内很难除掉，建议孙权沿长江向西徐徐图之，最后方可实现称帝的宏图霸业。他还主动和刘备洽谈，让诸葛亮到江东促成孙刘联合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刘备辜负了他的信任，借到荆州不还了，使他陷入了尴尬境地。第11位，庞统，一位名气大过实力的谋士，他和诸葛亮被称为卧龙凤雏，庞统是其中的凤雏，献出连环计蒙蔽曹操。在刘备和刘璋撕破脸后，提出上中下3策。上策是选精兵奇袭成都，下策是回荆州从长计议。刘备选取了他建议的中策，先取涪城，后打成都，最终成功夺取益州。然而刘备拿下涪城摆酒宴的时候，庞统来着一句攻占别人国家，如此快乐是不道德的。刘备听后很不高兴。随后攻打洛城，皇位争功之后，庞统一记起了诸葛亮，劝谏刘备要多加防范，而后急于求成，率轻骑突进，被张任伏击，惨遭乱箭射死。第10位，程昱，他能位列前10，自然有杰出的能力。一是他对吕布有极高的警惕心，程昱在真城、东阿、范县3处严密防守，曹操班师回来感激涕零。二是看清楚刘备的本质，他认为刘备不会甘愿屈人之下，劝曹操不要派刘备督军。三是擒拿关羽，程昱先来个里应外合，外加诱敌伏兵之计，攻破下邳，将关羽困在土山。四是打败袁绍，仓亭之战，程昱献出十面埋伏之计，曹军胜利而归。五是骗徐庶，程昱以一封诈骗信把刘备看中的徐庶骗到曹营。此外，程昱对关羽了解很深，白马之围，程昱推举他出马，说关羽斩了颜良，袁绍定然不会放过刘备。如此一来关羽为了保护刘备，会安心留在曹营。第9位，周瑜，一位有谋略又有战功的谋士，他设计生擒太史慈，在曹操2次要求孙权遣送一个儿子做质子送往许都时，周瑜明白其中利害关系，让孙权直接回绝。孙权坐稳江东后，周瑜主张讨伐黄祖。曹操南征时，他又主张与曹操对抗。在三江口，周瑜运筹帷幄，大破曹操的水军，随后用反间计糊弄蒋干，设计除掉蔡瑁。关于他最著名的一计还是赤壁之战。从客观角度分析，庞统的连环计，诸葛亮的借东风起了很大助力。三国哪位谋士排在第8呢？他就是荀攸，曹操门下的谋主。诸侯对徐州虎视眈眈的时候，他建议曹操拿下吕布，处理完袁术后再图之。延津之战中，荀攸与曹操默契的使用粮草诱敌之计，让袁绍门下文丑的骑兵崩溃逃窜。官渡之战中，荀攸提出了3条计策，分别是利在急战、袭击韩猛和声东击西。
曹操十分信任他，全部进行了采纳，这些策略最终也全部成功。袁绍死后，他的儿子袁谭向曹操投降，程昱认为不接受投降，荀攸则表示可以接纳，如此呢，更有机会瓦解袁氏兄弟的势力。而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。曹操得到荆州后，荀攸建议曹操请孙权到江夏打猎，并许诺对方擒住刘备后瓜分荆州，永结盟。这是一条攻心计，让孙权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荀攸也识破庞统的连环计，还设计诱马腾进京，然后派人伏击将其杀害。第7位，沮授，袁绍手里最心思缜密的谋士。他给过袁绍3条建议：一是迎奉天子以令诸侯，二是不要诸子分封，三是劝阻袁绍南下讨曹。这3条建议对袁绍而言有极大的帮助，偏偏袁绍是一条都没有采纳。但凡袁绍听劝那就不会有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事情了。官渡之战中，沮授建议袁绍要派精兵镇守屯粮的乌巢，袁绍还是没有采纳，并以妄言惑众将其关入大牢，后来被曹操擒拿，沮授宁死也不投降，最终被斩杀。第6位，郭嘉。官渡之战前夕，曹操对战胜袁绍忐忑不安，为了激励曹操，郭嘉提出了流传至今的10胜10败计，分析曹袁之间的优劣，振奋了士气，看似分析的有理有据，实际上类似于一篇拍马屁的文章。曹操擒拿吕布的时候，郭嘉提出水淹下邳城的建议，最终生擒吕布。他还劝曹操先打刘备，再讨伐袁绍。郭嘉还有预言能力，曾预测过孙策之死，这个确实是非一般谋士能做到的。袁绍死后，郭嘉不顾他人反对，建议曹操剿灭袁氏余党，随后留下遗迹，让曹操平定北方。第5名，贾诩。他是一位毒士，提出了反攻长安的计策，导致生灵涂炭，尸横遍野，连汉献帝都被迫跳河逃命。随后定下反曹之计，亲自灌醉典韦，还曾2次劝降张绣，阻止曹操不要发动赤壁之战。之后设下反间计，大破马超、韩遂，再用反间计收买杨松，擒获庞德。关于他的计策还有很多，只要是被采纳的，全部都成功了。上级若是不听，就会失败。贾诩多次易主，先后跟随董卓、李傕、郭汜、段位、张绣、曹操和曹丕，都能获得上级的信任和器重。后来曹丕登基，贾诩位列3公，寿终正寝，是为数不多能功成名就且可以安享晚年的谋士。三国中哪些谋士能排在第4位呢？他就是荀彧。荀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略家，为曹操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谋，让曹操成功站上巅峰位置。他还提出2虎竞食和驱虎吞狼的计策，建议先拿下吕布，再攻占河北之地。曹操和袁绍打仗期间，双方僵持多日，曹操急躁又惧怯，荀彧送上一封信，曹操瞬间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奋勇拼杀。他还为曹操举荐多位谋臣，比如郭嘉、荀攸、程昱等。可以说曹操能建立魏国，离不开荀彧的鼎力相助。可惜的是，荀彧的结局并不好，这源于他忠于汉室。当曹操加九锡自称魏王后，荀彧表示不妥，提出反对意见，这引起曹操的猜忌和冷落。随后曹操送给他一个空食盒，荀彧心知肚明，服毒自尽。第3名，陆逊。他为何能坐稳前3的位置呢？有怎样出众的能力？首先，陆逊打赢过2次规模很大的国家战事，一是石亭破魏，二是夷陵败蜀，火烧连营。他展现出极强的统帅能力，谋划策略并不比荀彧、郭嘉等人差。他还曾扮猪吃虎，贬低自己，夸赞关羽，助长其交心，让吕蒙成功袭取荆州。南郡之战中，陆逊率兵埋伏在内，派诸葛瑾埋伏在外，内外联合打败曹真。如果说东吴前期靠孙策和周瑜，那么中期发展就单纯是靠陆逊了。
后期呢，则是陆逊的儿子陆抗支撑着。第二位，司马懿，三国的最终赢家，他的实力简直不要太恐怖。曾力劝曹操不要迁都，提出让曹操联合孙权，促使孙权背后捅关羽刀子。后来他千里奔袭，擒拿孟达，创造闪电战的记录。三国演义中很出名的空城计，很多人都说司马懿被耍了。深入去品，司马懿不敢入城也是为了保住他自身的性命。他还平定过辽东，诈病骗过曹爽拿下许都，在高平陵政变后，他还为子孙铺好路。最让人无奈的是，他非常能熬，熬死了曹操，还送走了死对头诸葛亮。尽管如此，司马懿还是得屈居诸葛亮之下，这源于他总被诸葛亮戏弄。第一位，诸葛亮，他是刘备帐下的第一谋士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形象可谓是料事如神，足智多妖。关于他提出的计策数不胜数，我给诸位看官介绍他最出名的事迹。一是隆中对，给刘备指明了奋斗方向；二是舌战群儒，把东吴一众文武大臣说得哑口无言；三是七擒孟获，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起兵造反，诸葛亮率领军队镇压，7次捉拿孟获后7次将其放还，令孟获心服口服；四是用八阵图吓退了陆逊，安居平武路；五是气死曹魏名将曹真，骂死曹魏重臣王朗，射死五子良将张合；六是创造木牛流马、诸葛连弩等。当然了，他有失败的策略，比如在天水关被姜维摆了一道，上方谷在没有考虑天气因素的情况下也失策，马谡街亭失守也有他的责任。有一次他和司马懿对战，为了逼对方决战，诸葛亮曾送女装羞辱他，不曾想司马懿直接扮演成女装大佬。根据统计，诸葛亮使用过90多次计策，成功的有80多条，这样的成功率非其他谋士能及。加上他将一个卖草鞋的刘备送上帝位，为蜀国发展勤勤恳恳数十年，从未生出过篡位之心，这样的人位居第一，实至名归。本文36位谋士到此介绍完毕，诸位看官最喜欢谁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